广州知名制衣村，因为一条举国闻名的零工市场而名声在外。上冲村旁边还有一个大塘村，这两个村子长到一块儿了。大塘村的老板需要去上冲找货，上冲村的工厂也需要从大塘招人，两个村不分彼此，上冲就是大塘，大塘就是上冲。以前拍摄大塘村，着重介绍了它作为制衣村的那一面，这一期将聚焦于上冲村的生活气息。这种气氛和住满白领的居住型城中村完全不一样。同一个街道，在不一样的时间，会生出截然相反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到达了上冲村的地铁站，完全不像城中村，四周全都是工地。那这是咋回事呢？咱们继续往前走，一会儿翻回头就能看明白这些楼是怎么回事。走到这里就来感觉了，上冲村就是这种味道，河网多，桥多，地被分割成好多块儿。河这边是上冲村的西约，对面那块地就已经被开发好了。那排白色的房子是唯品会的公寓，据说有健身房、食堂、羽毛球场之类的，到底是别人家的公司啊。那更专业的地产商就直接打造好了高端小区，大户型有270平米，我估计很多人已经心动了，但是最好还是先在上冲村短租2个月，先熟悉周围的环境，试住以后再入手。那旁边就是万达广场，生活非常方便。西约正在拆除，四周全都是残垣断壁。因为上冲村刚好在广州的中轴线附近，所以有一部分区域就面临拆迁。再过几个月，马路对面的上冲村腹地也会出现这样的景象。如果往前走，穿过这个地道以后，就通往了上冲村的核心地区。但是到那之前，咱们先要去一个神奇的地方。这个地方诉说着上冲变成制衣村之前当地人的旧时光。欢迎来到上冲果树公园。在10月底星期天的下午，只有零星的游客带着小朋友放风。如果在工作日，人可能就更少了。公园里有很多河冲，但是很细小。能看出来这里的果园痕迹，到处都是经济实用性的果树，以及连接它们的水沟。这种农业系统叫做沟渠，大概原理就是把农田修得像华夫饼一样，要有非常深的沟壑，那高出来的位置就种稻米和果树，那些沟沟壑壑用来排水。沟渠需要设计得非常精密，有调节水位的水闸，还有控制流向的简易单向阀，这样你的农田才能躲避内涝以及海水倒灌所造成的咸潮。沟渠系统曾经在海珠区非常普遍，土华、小洲、轮头、上冲、大塘等等这些村落，在古代就是以这种农业系统为生的。如今公园的灌溉系统未必和古代完全一样，但是依然足以让人体会到这种农耕系统有多么的精细。这2棵树就长在路中间以前估计没想到这里会修一条这么宽的路。这就是城市化进程留下的痕迹。这条路就好比广州中轴线，这2棵树就是上冲和大塘。沟渠系统吹得有多么高的科技，那种出来的果子到底好不好吃呢？那我找到了这样一条信息：2025年的6月，有6个老哥在公园里面摘果子，结果一网打尽，纷纷都被拘留了。这恰恰说明公园里面的果子非常好吃。
这就是上冲果园夏自长西的故事。果园代表了过去的生活，现在咱们重新回到西约，体验一下现在上冲村的风貌是什么样。头顶上是广州大道啊，非常奇妙的体现。在马路底下过马路，那对面呢仍然叫上冲西约，所以我怀疑这两个地方以前可能是连在一起的，修路以后才给隔开。周日下午的4点半，上冲村仿佛加了一层很休闲的滤镜，每个人看起来都不太着急，还有人在桥头理发，但这只是表象。如果在制衣村呢，健康生活的秘诀就是自己平衡好休息和工作。在这里边，工作日和休息日的界限其实没那么明显，一会儿咱们就能看到上班的人。你看，有老哥还往上吊东西呢，顶楼应该是个小加工厂，这种吊装设备在制衣村非常常见。与河冲平行的是赛博小巷，两边的作坊和商店基本上都和制衣有关，有人坚守铺位，但更多的工坊都没有开工。我正好可以显摆一下最近学到的东西。看这几个是板房，板房就有点像产品助理。比如你想让一个衣服实现批量生产，那板房就会按照专业的格式帮你整理成需求文档，按照你这份文档呢，服装工厂就知道怎么样去剪裁布料，家庭作坊也能搞明白怎么样把剪裁好的这些零件给它缝合组装起来，最终就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件衣服。裁床就是把一卷子布料给它裁切成零件，比如一件 T 恤的前胸、后背、袖子、领子等等，这些机密信息都是我从服装老板 Lord 刘那里听来的。如果感兴趣，你可以关注一下我拍摄的关于大塘村的视频。这里又出现了包纽扣的店铺，就专门把扣子外面给它包一层布料，这样就能和衣服面料的色号更搭配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精细啊？重新回到河边，各种各样的加工厂都开到一块儿了，还有做水电维修的。这里有个烫房，就是把衣服给烫平整，弄得板板正正，然后封装发货，是制衣比较尾部的工艺环节。前面还有手摇绣花，就是往衣服上面绣图案或者 logo。手摇也不是真的纯手工，会用到一种半自动化的机械。现在到了上冲的第一座桥，像这样的桥啊，后面还有2座。如果在游戏世界，这个地方就特别像存档点，咱们就假装顺手存个档，埋个伏笔，一会儿再传送回来。桥底下有个大树餐厅，专门做天门小炒。这餐厅只在晚上开档，白天的时候是另一副样子。上冲村就是这种感觉，不同的业态共享同一处空间。哇，这里生活气息把过道都给填满了，全都是二手家具。咱们还是回到河边啊，这里更惬意。
上冲村最近正在拆迁，而且也临近年底，据说有超过30%的天门人提前回老家了，所以现在人看起来比较少，很多店都没有开门。专业拉橡筋，这个店就专门给衣服里面缝制那种弹性松紧绳的。像有的衣服裤脚、腰部有那种松紧绳，就是这种店给做进去的。可见生产链条拆解的非常细啊，随便做一个工序都能开出来一个工坊。看对不对啊？我们来到了第2座桥，这座桥连通了南北向的干道，那边走就通往了南岸。咱们先不停留，继续去第3座桥，那里有一些奇观。喜洋洋的当场盘当场介绍，有机馆员到底在主干道附近，贴着桥边，看到了网吧和公寓的广告。继续往前走的话，又是服装工坊。这是个钉珠厂，就专门给服装装那种珍珠啊、亮片那种辅料的，在演出服装上比较常见。咱们看看这一趟能见到多少种工厂。不知不觉，咱们来到了上冲桥，这个地方也叫上冲公园。那它怎么看都不像公园，黑压压一大片人。可能有观众误以为这里是临工市场，那其实有很大的区别。大唐上冲在建村的时候，可能没有想到彻底会变成制衣村。当时盖房子主要是按住宅楼的标准来考虑的，村里工厂的数量和规模都比较有限，于是乎很多带客厅的住宅就被用来生产服装了。一套出租屋就是一个最小单元的制衣工坊，里面的租客或者说老板和员工都是一家子人。那上冲公园呢，就是给这种家庭工坊找活、找订单的地方。大工厂的大老板和家庭工坊的小老板就现场交流，可以说是低配版的广交会。上冲广交会的窗口期大概在每天下午的2、3点钟吧，一直到太阳落山以后，据说风雨无阻。教你好。如果你早上过来呢，就会发现这里空无一人，这就是上冲村乃至制衣村特有的现象，订单和物流造成了潮汐效应。这座桥上有几个人长期在做抖音直播，咱们先不打扰，去隔壁看看别的景色。家庭工坊也不是什么订单都接，他们会评估价格还有工程量，再去结合房租设备折旧之类的成本来看这一单到底值不值得做。如果不值得做，那就搁旁边闲逛嗑瓜子，等待下一波机会。当然也有比嗑瓜子更休闲的方式。这种游戏机以前叫做街机，现在可能算古董了。在上冲村好几个地方我都见到了这种游戏机，无一例外全都摆在便利店的门口，可能是村里的一种特色。在隔壁有一个天后古庙，古庙上午开放，可以参观，不能拍照。虽然没有画面，但是我还是想和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它真的非常有趣，可以根据这里的多神信仰去揣测古代人的生活状态。这古庙叫做天后庙，但是在左右两边还有2个偏殿，神仙们有着不同的分工。中间正殿就供奉天后，也就是妈祖，左边的西偏殿供奉北帝。北帝信仰在广东非常普遍，即使到了现在仍然有很多村是拜北帝的。天后北帝都是水神，北帝就更有一种武德的味道。在古代的时候，它和治水、军事、驱疫这些活动有关系。妈祖保佑航海、出行、生意的平顺，这2位神仙都是自然神，也都是铁面无私的道德神，就非常像那种专门管大事的神仙。
那小事儿怎么办呢？古庙右边还有一个东偏殿，供奉文昌和慈航，这2位神仙就是对接家庭还有个人事务的功德神。比如说文昌神就主管考试和功名，这其实和家庭的阶层跃迁有关系。在古代，你挣再多钱都不保险，只有做了官才能稳定的提升阶层。那慈航就是观音的形象，生活里面有各种不如意，甚至一些有失公允的请求，都可以向慈航去倾诉，从而找到内心的宁静。古庙里面还有一个排班表，估计是上从本村的人在轮值，覆盖到了非常多的人，而不是只有几个人来回轮换。古庙的门口还有一个社稷坛，老说7分靠打拼，3分天注定。那肯努力是你自己有美德，但有时候你忙活一整年，仍然会因为运气不好而赚不到钱。按古代观念，这时候你就得好好拜社稷坛，因为有30%就是天注定的，再牛的人也掌控不了。村里的社稷坛一般都在树底下，社稷的本意就是土地所赐。天后庙的重修碑记还提到了一棵古树，应该就是河边的这棵420多年前的樟树。上冲村有许多的新旧交叠，而某些变化正发生在当下。马吉路，2周以前，大塘村的一位老板老刘带我来这里兜风。2周以前是这样的，全都是制衣工厂。再过一阵子，这条路可能都要给拆掉，但是大家现在仍然是该干啥干啥，完全看不出来要施工的迹象。路边还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店，天门快餐，武汉特色的面馆，3三两两的电动车把布料给运到村里面来。他们可能现在肩负着10万火急的工作，但是夕阳滤镜已经把气氛烘托到位了。周末的下午，街道上的每个人都显得悠闲，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。如果是在工作日的早上，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我个人感觉有一点冷清啊，估计大家都在干活，或者还在睡懒觉，反正街上的人是不多。那如果到了晚上，这条街又会变成夜市。摆摊的人、送货的人、逛街的人全都挤在一起。对于咱们村里人来说，这些景象都稀松平常，开电动车天经地义，你把汽车开进来反而会添麻烦。看看我们悲惨的亨特先生吧，他原本是个老实本分的普通人，在导航软件的蛊惑下，逐渐走上了不归路。老板，你这三轮车能不能往后退一点？来了，白马经纪人。一步错，步步错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已经没办法回头。来了，白马经纪人说停车了。你问一下，你不懂你问一下。但是万幸啊，有贵人相助，住在上冲村的鲁提辖现场指挥交通，就是那个戴鸭舌帽那个大哥。后面的不停的在催那个三轮车出不来，怎么办？你前面还有好多车哦，出来了怎么搞啊？你还飞过去。那边还有前面还有2辆哦。从哪边走哪边可以走出去。那边可以出去是吧？哎，那边出到哪里啊？咱们桥的新街上大路啊。行。到了呢，这边过不去了，这边2个车怼过来过不去了。一直走可以出去是吧？前面右转，前面走右拐，桥南新街。开车就是这样，如果选错了路，可能都没机会回到起点，你只能勇敢地继续往前迈。白马经纪人说停车了。我在路口退一点就可以出去，他就在我屁股后面，本来我就不用再转过来。有时候你没机会彻底换赛道，
只能抓住窗口期，借势转型。走，快点，水点，没点想吃走不了了，你这走了。来了，哎，慢点，好，走。来了，白马经济员装紧张了。哎呀，拐过去就好办了，后面的路相对宽一些。来了，白马经济员装紧张了。从早到晚，上城村每天都在上演着堵车的故事。如果只关注制衣村是怎么干活的，那就应该去河对面的西约南岸。南岸地标，上城村的牌坊。这里开工的工厂更多一些。电脑绣花，按字面意思，比咱们前面看到的手摇绣花估计更加自动化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总感觉南边比北边更整齐一些，大工厂也多。电脑打条，就是把布料折叠以后给它缝合到一起，就有那种一棱一棱的效果。基本上所有厂子现在还开工呢。鸭褶厂就是做百褶裙、JK 裙那种工艺。这边工厂都比较大。往楼顶吊东西。整个楼上我估计全都是厂房，有些厂子可能是996的。我早上来过这边，还是有工厂开工。那隔壁的饭馆也有24小时营业的。那如果说订单多的时候，有哪家工厂24小时连轴转，那我也相信。现在是下午5点半，仍然有许多人在忙碌。同一时刻，另外一些人正在买菜做饭。上冲市场，广州奇观之一。来，仔细看这些标识牌啊，很多蔬菜都是从湖北天门运过来的，估计这些摊位的老板也都是天门人。光莲藕就有好几种。老板买1根吧。这是专门煲汤的是吧3块钱。啊，可以。一压就烂了，特别粉。一压就烂，好。这是湖北特产是吧？好。10多分钟就来。好，10多分钟。以前我还见过绿色椭球形的茄子，现在可能过季了。有一些平平无奇的蔬菜仍然是天门特供。天门豆角，天门的萝卜和辣椒。湖北天门到广州足足有1000公里，但是老乡们仍然把这些蔬菜给运过来了。饮食能缓解乡愁，饮食习惯也代表着身份符号。逛菜市场的副作用是激发食欲。5点50也是时候吃饭了。咱们刚才不是在大叔餐厅存档了吗？现在正好传送过去。那就来个回锅肉吧。要肥一点还是要瘦一点的？肥瘦吧。我是拍城中村的，然后刚好看到你们店，感觉看起来比较好吃的那种，然后又有点饿，就吃一下。你们应该以前应该看起来生意蛮好吧？以前好，位置也好，然后店看起来也有感觉。以前好，现在比以前差一些。差一半的。哦。那你们后面会搬走吗？还是先坐着？先坐着。先坐着。那得荤一下的，荤不下去就再炒辣一点。微辣吧。
谢谢。有饭来啊，对，一碗饭就好。味道不错啊，还挺好吃的。大树下的猛火小炒，很狂野啊，像原始森林版的疯狂麦克斯。路过的人都忍不住看两眼，因为在这种地方，一看就感觉吃的特别香。拜拜。哎，那边是不是还有一条夜市啊？夜市条的新店啊？啊，那是几点有啊？现在就有了啊，那现在差不多是吧？现在就还要晚一点吧，现在。行，明白。要到那个9点多的时候。 OK， 谢谢啊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桥南新街绵延600米，晚上是一条夜市，路两边是只在晚上才出现的临时摊位，摊位的背后是餐饮店。不知道大家以什么样的方式达成了共识，居然能让一整条街都变成夜市，而且所有人都相安无事。这片全都是餐饮走轨道。阳台火锅78一份。来，看样，好甜，就10块。那这里又变成服装档了。买拿皮夹、男装短袖，35一件，35一件。价格估计比较透明，必须1分钱1分货，因为能来这儿逛街的是世界上最懂服装的人。看一下2块钱10块钱。大家给你看一下，今天夜市上的人比较少。我之前夏天来这里逛过，那时候客流密度非常夸张，就像拥挤在早高峰写字楼的电梯里面。今天反而多了几分轻松和休闲。夜市是有可能衰落的，但是早上还有一个零工市场，目前看仍然繁荣。夜市摆摊的地方换成了招聘零工的小老板，而在街上游荡的人正在甄别今天的工作机会。很多短视频都拍摄过这个奇观，并且表达同情，但这种雇佣关系到底是咋回事呢？比较复杂。如果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，它有点像欧洲那种封建体系，不过是临时性的。比如有一位大佬，他特别懂用户，也特别会设计，绰号咸鱼里。他励精图治，终于研发出来了爆款内衣，并且通过抖音直播在数据上得到了验证。甚至连自己瞎编了一个黑洞卫衣这个词都变成热搜了。电光火石间，咸鱼里怒喝3盏茶，赶紧向怒江、上冲最信得过的3家大工厂下了巨量订单。那咸鱼里就好比是订单国王，合作一旦确立，那3家工厂就受封了，成为了他的公爵。如果订单太多，公爵们消化不掉，那他们就去和规模更小的工厂或者家庭作坊去合作。这过程就好比公爵册封子爵，那册封现场就是上冲公园。那子爵们产能不足，无法完成订单怎么办呢？那就招募自己的骑士啊，人多力量大嘛。桥南新街零工市场就好比是订单子爵招募骑士的地方，摊主就是子爵，来回游荡的人就是游侠骑士。所以上冲公园和桥南新街的区别就在于，一个是你帮我消化订单，一个是走跟我干活。对于游侠骑士来说，做零工可能反而有助于提升收入，因为这些人都是有绝活的，可以在零工市场只去干自己擅长的事情。那么在计件结算的薪资体系，可能反而比签长期合同赚得更多。桥南新街的零工市场绵延数百米，同一时间有好几千人在找工作，很难说得清这算不算一种繁荣。而在昼夜交替的轮回里，上古村狭窄的街巷从未停歇，12小时的光阴浓缩成一幅市井浮世绘。这里不是简单的热闹，而是城市毛细血管里跳动的韧性。